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刀根健先生所著的《人生中唯一让人后悔的事情》这本书。假如现在医生告诉你，你的余命只剩下几个月了，那个时候，你能否坦然地对自己说：“我这一生过得毫无遗憾，完全没有后悔？”实际上，大多数人恐怕都无法如此坚定地说出口。我们每个人总觉得，人生仿佛是无限延续的，总感觉日子还很长，人生还会一直继续下去的错觉。然而，人生其实转瞬即逝，尤其当被告知罹患晚期癌症之类的重病时，或许明天我们的生命就会戛然而止。这本书正是一本引导我们思考如何活得不后悔的作品。作者自己也是在被宣告癌症晚期后，回顾人生时，对许多事情感到后悔。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早知道就该更爱惜身体，根本没必要那么拼命；第二，早知道就该学会放松，去做更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第三，被宣告死期的人，在临终之际一定会后悔的事，那就是误解了幸福的真正含义。首先是第一部分，早知道就该更爱惜身体，根本没必要那么拼命。作者刀根健先生，过去长期以企业培训讲师和拳击教练的身份，过着极度忙碌、日程排得满满的生活。每天早上不到7点起床，晚上11点回家吃晚饭，凌晨1点多才睡觉，靠着每天只睡几小时，周末靠营养饮料勉强支撑度日。这样的生活，作者自己却觉得充实而满足。然而某一天，他却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当时他胸口突然剧烈疼痛，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他，痛感不是来自心脏，而是肺部。听到不是心脏出了问题，他反而松了一口气，觉得那就没关系了。但没过多久，却被确诊为肺癌。其实早在那之前，他的妻子就提醒他说，最近咳嗽次数明显变多，但他始终自信自己身体健康，把妻子的忠告当成耳边风，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正是因为这种轻视和放任不管，当他最终确诊时，已经是毫无治愈可能的晚期阶段了。作者自认为作为拳击教练，饮食和生活习惯比一般人更讲究，但实际上，他只关注体重的维持，根本没有在意营养均衡、食物消化时间等关键细节。他经常饮用运动饮料，对这类饮料中含有大量糖分，而自己早已对糖上瘾的事实也毫不自知。每天都依靠甜食和含糖饮料来缓解脑疲劳，却不知道这恰恰是在助长癌细胞。更糟糕的是，他长期疲劳，每天只用冲澡，根本不泡澡，结果导致自己的体温长期维持在35度多。而实际上，低体温正是癌细胞最喜欢的环境。癌细胞和病毒、细菌一样，本是我们身体里的异物，理应被免疫细胞清除。而免疫细胞只有在温暖的环境下，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作者一开始尝试通过完全无盐无糖的极端饮食疗法来抑制癌症的发展，然而，这些尝试最后都失败了。这也是本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由于轻信了这种极端而又可疑的民间疗法，反而导致营养不良、体力衰退，病情甚至进一步恶化。健康从来都不是靠1-2天的激烈补救就能换来的，而是靠长期坚持良好饮食习惯、日积月累的结果。哪怕因为身体不适，就突然把糖类摄取量降到0，也不可能仅靠1天就让身体恢复，更不可能奇迹般消除癌细胞。只有长期维持均衡饮食，健康才会作为一种回报慢慢降临。除此之外，作者的回悟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睡眠的重要性就是不能忽视的一点。作者曾为了工作，长期压缩睡眠时间，也许表面上看过得很充实，但实际上却在一点点耗损着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事实上，睡眠期间，尤其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这段时间，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修复细胞
强化免疫系统，而这正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机制。相反，长期缺乏睡眠反而会显著提升癌症的发病风险。然而，人类就是这么矛盾，在健康的时候从不在意健康，直到生病了才意识到健康的可贵。但等到那时，往往已经太晚了。现代医学能彻底治愈的疾病其实非常有限，特别是癌症，一旦患病，绝大多数情况都很难完全治愈，即便侥幸治愈，也难免要长期承受手术、化疗、放疗等副作用的折磨。既然如此，与其等到病倒了再慌乱，不如在还健康的时候就开始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这才是人生中避免后悔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另一个遗憾是，如果当初没那么拼命就好了。在日本社会，拼命努力常被视为一种美德，因此正在观看这段内容的你，或许也正为了让人生变得更好而拼命努力吧。当然，人生中确实会有不得不拼命的时候，但作者却认为，过度努力本身正是导致人生后悔的根源。回顾自己的人生，作者发现，过度努力其实也是导致自己患癌的原因之一。作者从小就表现出类似 ADHD 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特质，但当时社会对 ADHD 还没有认知，加上严厉的父亲经常指责、否定他，导致作者从小就背负了严重的自我否定感。为了弥补这种自卑感，他不断拼命追求完美，想要比任何人都强，拼命满足他人的期待，结果却牺牲了自己的人生。这种过度努力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强迫观念，而这种观念往往源自童年时期频繁被告知你现在这样还不够好，于是慢慢在内心深处留下烙印。长此以往，人就会认为现在的我不值得被爱，只有变得更好才能被接受，这会逐渐演变成一种自卑感，进而产生如果不改变就必须更加努力才行的强迫性思维，最终导致一种过度拼命、竭尽全力的生活方式。作者在步入社会后，也曾为了作为讲师获得完美的评价，同时在拳击领域不断追求连胜。如果自己指导的选手输了，他便认为那是自己指导不力，把失败归咎于自己，持续苛责自己。据他说，正是这种不断自责所积累的无形压力，一点点侵蚀了身体，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实际上，强烈的精神压力会在人体内产生名为活性氧的有害毒素，而这种活性氧会让细胞氧化生锈，在细胞修复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癌变。这一点在科学上也已被证实。因此，那些总是自责、过度努力的人，其实正处于疾病风险极高、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学会稍微放松一点，卸下肩上的重担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中，一边取得一定成果，一边不过度拼命，健康自在地生活下去呢？关键就在于认可当下真实的自己。人生本就不是为了他人而活，唯有接纳当下的自己，适当的努力，才能继续前行。事实上，许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自我接纳能力与恢复力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所谓自我接纳，就是拥有接纳当下自己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面对困难或疾病时的恢复力也会更强。并且科学研究也证实，自我接纳能力高的人，免疫力同样更强。正是这种我现在这样就可以了的安心感，能让自主神经系统趋于稳定，从而激活免疫细胞。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别一个人硬扛。作者说，自己正是因为患上癌症，才第一次意识到，即使不那么拼命，人生照样可以顺利进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学会把事情交给别人，也就是说，具备相信他人的能力。如果总觉得所有事情都得靠自己来扛，那就等于在过一种什么都独自承受、极为痛苦的生活。但如果能够信任他人，把工作和责任适当的交给别人，
自己肩上的负担自然也能减轻。不过度努力，学会信任他人，人生才能更加顺畅、平稳地向前流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早知道就该学会放松，去做更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在人生中，学会放松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就像健身训练一样，锻炼的同时，休息同样重要。人生亦如此，努力了，就必须给自己相应的休息时间。就像金钱需要回本，努力付出多少，就该放松多少，不然人生根本无法持续前行。作者自幼习剑道，大学毕业后进了拳击馆，成为社会人士后，也作为职业拳击选手的教练持续奋斗。一直以来，他都活在成败和激烈竞争的世界里，长期处在这种慢性战斗模式之下，身心都处于紧绷状态。自主神经中的交感神经持续被激活，若是始终处于过度紧张、持续占上风的状态，也会带来问题。本书作者在自己罹患癌症时，也发现自己的淋巴球比例远低于常人。此外，如果交感神经持续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就会导致由副交感神经调节的胃肠功能下降，进而引发消化不良。即便正常进食，身体依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而且因为始终无法放松，疲劳会持续堆积，最终慢性化。更严重的是，副交感神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还会导致睡眠变浅，身心愈发疲惫。由此可以明白，人生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不停地奔跑，而是休息。因为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刺激交感神经的压力源，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培养激活副交感神经的习惯，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之前提到的泡澡、深呼吸、冥想等方法都非常有效。另外，你是否知道，当我们放松的时候，看似什么也没做，其实大脑的某个区域正在高速运转。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放松状态时，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被激活，潜意识开始发挥作用，直觉、灵感、想象力也会达到巅峰。相信大家也都有过在泡澡时突然灵光一现的经验吧？那正是因为泡在热水里，副交感神经被激活的缘故。像这样，放松不仅仅是让身体休息，同时也是让大脑产生创意、激发想象力的积极而富有生产力的行为。所以，请千万不要把放松的时间看成是偷懒或懈怠，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安排，为自己的人生注入充足的休息时间。等到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几乎所有人都会后悔当初要是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那么，你是否真正清楚自己此生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就在你面前问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你能立刻回答得出来吗？其实，很多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我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生活中没有明确目标，只是模模糊糊、得过且过地过着每一天。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本书的作者在被确诊癌症之后，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没有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些自以为想做的事，不过是一些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小事罢了。就这样，他在不知不觉间，错过了真正能挑战自我、拓展人生可能性的机会。这时重要的是要时刻意识到，只有跳出安全区域，人才能成长。换句话说，只要待在安全区域里，无论过多久，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成长。可以说，唯一能够带来成长的机会，就是勇敢走出安全区域。心理学中有一个叫舒适区的概念，指的是自己感到安心、自在的范围。虽然停留在这里的确能获得安全感，但成长却会随之停止。相反，哪怕是不容易做到，但只要努力就可能达成的目标，只要迈出这一步，走出安全区域，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回路就会重新组合。研究表明，这种做法会显著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成长速度和自我效能感。因此，为了积极向上地过好人生，持续挑战那些虽不简单
但也不是不可能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第3部分，被宣告死期的人，在临终之际一定会后悔的事，那就是误解了幸福的真正含义。大家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也曾经误会过什么才是幸福呢？日本人从全球范围来看，幸福感偏低，自认不幸福，完全感受不到幸福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当然，也许有人每天都能感受到幸福，过着充实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也有必要去自问一句：你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究竟是真正的幸福吗？作者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才意识到，过去自己以为的幸福，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幸福，内心却始终空虚，内心的干涸从未被填满。追求成果，累积成就，其实是一种为了未来的成功不断奔跑的目标型幸福。这种幸福属于多巴胺型的幸福，比如说像赌博赢钱，越赢越想要更多成果，这种幸福是永无止境的。内心的干渴与空虚始终存在，人会不断的追求更多更多，无法停止。而真正的幸福，并不在未来，而就在当下此刻。本书作者也意识到，幸福并不是去描绘未来，去幻想将来的某一天，而是在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东西。实际上，心理学研究也证实，比起整天想着未来的人，专注于当下的人，幸福感高出很多。而且，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幸福不是成功带来的结果，反而是因为感到幸福，人才会走向成功。换句话说，先拥有幸福感，工作、健康、人际关系才会顺利，这一切最终才会导向成功。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搞反了顺序，我们以为只要成功了就会幸福，所以拼命努力。但实际上，正确的顺序是因为幸福才会成功。现实中，不幸福的人往往充满负面思维，人际关系也不好，身体状况也差。这样的人真的能成功吗？充满负能量、坏的人际关系，再加上糟糕的健康状况，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反过来，现在充满幸福感的人，大多是积极乐观，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容易遇到各种机会。这样的人，人生的成功概率自然会大大提升。能够在幸福的状态中享受着努力过程的人，和每天痛苦、消极、勉强自己努力的人，哪个能赢？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幸福并不是未来的理想状态，它是此刻呼吸着、存在于这里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拥有的东西。当你真正理解这一点，世界在你眼中的模样一定会彻底改变。健康才是生命的根本，幸福也从来不在于拼尽全力去满足外界的标准，而是学会珍惜当下，善待自己，认真聆听内心真正的声音。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